其实今天晚上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基础的。那么讲基础，我们就来讲一下花瓣之类的。首先，我们直接调一个底色先。好，我们首先还是调一个底色啊，太白3绿胭脂调一个底色。虽然说我们讲基础的，但是每步还是要做啊，底色还是要调，底色还是需要用的。好，我们先来调了一个底色，底色还是这个太白3绿胭脂。我们既然给大家示范，就颜色就随意一点哈。我拿着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我拿着这个是鹅黄，诶，这个是玫瑰红，鹅黄玫瑰红。来，胭脂就3个颜色好了，不要太多颜色。玫瑰红再多来一点，示范的时候可能会用的多一点。给大家示范一下花瓣，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花瓣，做一个统计啊，我们的4大花型，就是最常规的4大花型。把花瓣统一的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花瓣4大花型。4大花型是哪4大花型呢？这个有3种花型花瓣是一样的，一个是包菜型，一个是包菜，还有一个塔式，还有一个这种向日葵。向日葵塔式，包菜。那包菜的是怎样的？包菜的是一个圆形啊。包菜的话，我们讲的是基础花型啊。你一个包菜你可以变成很多形，正面的、侧面的、朝右的、朝左的。等你画熟了之后，你可以随机的，就是可以多变。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常规型哈。你常规要画的，我们这个包菜型的一个正面的，那中间的一个花心，然后里面一层包起来，我们可以分4块包这一块往下包，这一块往里包，这一块还是全部朝着这个花心的方向往外包。然后我们画的时候，把那包起来的画了之后，补齐里面的正瓣，然后外面的花瓣全部往外展出一些往4面展开一些大的花瓣，这个就是我们的包菜型的。
那我们的塔式的，哎，这个画的有点扁哈，大家能看就行了。塔式的是一个长方形的，长方形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把它分3层，1、2、3，把它分3层。从三层我们从中间开始画，从这里从中间下一点点往上画，往上的花瓣，两边的花瓣，两边的花瓣，那还有一些往下一点点的这个往下一点点的这个侧面的花瓣，还是一样，画了这个侧面背面的花瓣之后去补齐正瓣，然后后面再画上面的这个碎花瓣啊。往上的这个第1层的这个碎花瓣，然后下面的大花瓣还是一样往下展啊，这个是我们的塔式的。那向日葵的它就是又是一个圆的啊，又是一个圆的。向日葵又是一个圆的，它就是一个最简单了。向日葵是最简单，中间这个是花心，然后花瓣直接往4周展开，直接正反瓣往4周展开，直接正反瓣往4周展开。这3种花型的花瓣全部都是正反瓣的组合，正反瓣组合，就看你怎么去组合，都是正反瓣组合。但是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要画出它的什么特征？要画出花瓣的大小变化，颜色的深浅变化，物象的虚实变化。好，这个是我们要画出它的一个变化。这个3大花型，那么我先给大家示范这3大花型的这个花瓣，好吧？这个3大花型的花瓣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3种花型，一个包菜，一个塔式，一个向日葵。我们还有一个花型是一个绣球的，这个是包菜、塔式、向日葵。4大花型是我们的基础花型，你把这4大花型。初学者把这4大花型去学会，就像这个包菜型，它的其中的一种花型，这个包菜是正面的，那我们可以画朝右的、朝左的、朝下的、朝上的，包菜可以变各种各样的方向，但是这个是基础，把基础先画好。这个塔式的也是一样的，那塔式的有各种各样的塔式，也有朝下、朝上、朝左、朝右，也有2桥的塔式。那这个向日葵也是一样。向日葵它就是都是一样，只是颜色的变化啊。向日葵它就是一个正面的，它就是一个正面的花啊，你就是颜色上的有变化。还有一个这个是绣球型的，我们待会儿再说。那我们先给大家示范这3大花型的一个花瓣啊，3大花型的花瓣。好，我们开始给大家示范这个花瓣啊。那么常规型的花瓣，好，我们来调色。首先我们调这个鹅黄，把这个鹅黄调到这个笔的1/2的地方，薄薄的一层啊，慢慢调，一边调这个笔要一边转动，让这个笔肚360度都有颜色。调久一点，只有调久一点，这个颜色才会均匀。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牡丹红，牡丹红我们可以调到这个1/3的地方，或者是均匀的到1/2的地方也可以，就是画出来的颜色不一样而已。调高一点、调浅、调低一点都差不多，都可以。还是有一些家人的这个颜色说调不好，水分太大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调色的过程中，这个盘子的状况，你们要看盘子的状况，看盘子的状态。如果说你调色的时候发现盘子掉了很多水出来，那说明水分肯定是多了。你在画的过程，初学者你控制不好水分，你要手上拿一个纸巾，一旦发现水多了，你就把水沾掉一点点，好不好？要控水，一定要懂得控水。控水其实就很简单，或者是在这个宣纸上沾掉，把笔沾掉，或者是用纸巾沾掉，就水分要不多不少。
然后你去再画花瓣的时候，大家可以画花瓣看一下颜色啊。花瓣要怎么画才会认？那来我们开始这样子推，下笔推，侧锋去推，推一笔，然后一边一笔，一边点一笔。那现在这个花瓣是不是很滋润？滋润吗？滋润吗？这个我们画的时候用笔是侧锋推过来，然后这里是点一笔，点一笔，点的这一笔你可以点大也可以点小，让两边要有所区别。那怎么这个花瓣才认？你把颜色调均匀了就认了，就是颜色要调均匀。这是玫瑰红嘛？是的。多大的纸？这只是给大家示范花瓣，多大的纸都没有关系，你随便用多大的纸呀，你喜欢用多大纸就用多大纸。那我们再来推，这样的花瓣滋不滋润？点，这花瓣滋不滋润？你们说这个花瓣算不算滋润的？算滋润吗？如果说你们花瓣不滋润是什么问题？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那这样对不对？这个花瓣大家觉得行不行？好不好看？这个花瓣还好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根部，根部的这个颜色，它不是说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根部太深，根部有点深。那现在我们笔上干了，笔上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点底色。然后你颜色没有调均匀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画的那个花瓣会显得很干枯，很干枯是什么原因？你看我们随便调它都还算能均匀的。你看中间会有一些不均匀的，这说明还是没有调均匀，看到了吗？这里还是有一些纹路。那没有调均匀，那还是说明你调的不够时间呀。你看我们随便这样子调，那调久一点，只要调久一点，这个花瓣都会很滋润的。怎么样才滋润？就是把颜色调均匀了，它自然而然就很均匀、很滋润了。颜色调配是什么？今天这个是鹅黄玫瑰红胭脂，鹅黄玫瑰红胭脂。那你看这样子调一下，只要调滋润了，你怎么画这个花瓣它都很滋润了，是不是？所以说颜色一定要调均匀，颜色调均匀了，你怎么画这个花瓣都会好看，明白吗？我看有些家人你们是着急了，估计是画的时候，因为我看得到用笔啊，就有些家人用笔就很急躁，就很这样子很随意一样的，很急躁这样子，然后没有调均匀。你看，那你随便画没有调均匀呢？你看一下，这是吧？没有调均匀，这个肯定不好看，不滋润哦。这个笔尖的这个胭脂都没有调均匀。就有些家人真的，我能看到你是有多快的，真的，我都能看得出来你画的是有多快。你说你有多快？就不要太快了，我们画小写意一定要慢下来啊，一定要慢下来，慢慢的画。那我们调色的时候一定要调久一点，慢慢的调，把这个笔睡在盘子里调。那是看不出你有水印，我不是没有水印，一样的有水印，只是说我的水印比较小。你看一下有没有水印？有水印的，我的水印比较小的。有水印吗？看得到水印吗？看得到水印吗？那我把水多一点点哈，我现在笔上再蘸一点点水，我再去画的时候，你看你们一个调色的时候，像这样子的笔都是泡起来的。笔这里都是泡起来的，你看到没有？你在调的时候，这个盘子里这么多水，这正常吗？这样子不对。你们有没有人调是这样子的？盘子里掉了一盘子的水，怎么调也调不均匀。这个肯定是水分多了。你像这样子一画，虽然说也调得很均匀啊，虽然说也可以调均匀，但是颜色就没有层次了，因为太多水在这里，你没有办法把笔尖由深到浅的这种层次，这就没有层次了。你怎么调它也没有层次，你再去叠加花瓣，它还是层次不好，就是你就一直就是颜色就是没有办法由深到浅了，你知道吗？水太多了。那现在水分多的时候，它水印大吗？水越多，它的水印越大。你现在可以看到水印吗？
是不是有水印？我的怎么会没水印呢？是有水印，只是说我在控水，知道吗？只是我在控水，你们要控水啊，要知道去控水，控制这个笔上的水分。有水印吗？一样的有水印啊。你看水分太多了，现在还是水分多了。当然水分多了我是可以控制啊，你们大家可能有一些新朋友就没办法控制。那水分虽然多，我能够去把它掌控，因为你画熟了，你是可以掌控这个水分的。那水分多我也可以画，但是你看这样子还是没有调均匀。一旦水分多了，你更加还是不容易调均匀啊，总是水堆在这里，水会堆积在这里，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控制水分，你在水分多的时候，你用废纸把它粘掉一点点啊，粘掉一点点，然后你再去调它，这样子调才正常啊。它没有说太多水，就是这里是有水，但是不会说太多，这样子它才是正常的。你刚开始水分太多了，你画出这个花瓣肯定没办法很滋润了。就是我们要记得要懂得控水，你看这样子就很好了。这样好吗？这样是不是很好？这样子是不是很好？是吧？这样水分控制的好，它这个水印就小。底色怎么调？底色就是太白三氯啊，太白三氯胭脂把它调和，调成这个呈牛奶状就可以了，不要调的太浓了。这个是一个背面朝母的花瓣，那这个花瓣都是这个花里面的像这个包起来的，或者是这个塔式的最开始画的这个花瓣。那我们还要画侧面的花瓣，那侧面的花瓣通常在塔式的这两边呢，还有这个包菜型的这个有一些包起来的这个地方都要用这个侧面的花瓣。那侧面的花瓣我们怎么画？还是一样的，要调色，颜色调好。笔尖你有的时候可以蘸一点点胭脂，让笔尖更深一点点。好，侧面花瓣我们还是一样侧锋下笔。我们画小写意的这个牡丹花都是用侧锋一笔推过来，然后笔尖还是在这条线上再推过来，再往后拖一下，这样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这个花瓣大家都会画吗？这个花瓣大家都会画吗？来推过去，然后再重点按下去，再往后拖一下这个侧面的花瓣，然后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然后我们画一些小，这个是大一点的侧面的花瓣，那我们两边还有一些小的，我们带点钩，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些花瓣大家会画吗？大家觉得好不好画？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个侧瓣其实你画熟了，它是很顺手，很好画的。来，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个笔尖不在一条线上，没有关系啊，可以这样子哈，也可以直的，也可以弯的。都可以啊，不一定说你可以笔不要提起来就在一条线上，那你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那这个笔尖你不要提起来，它就在一条线上呀，就在一条线上。那这个侧面，这个是最基本的花瓣，大家都要会练，都要会画基础花瓣。这个是这三种花型都要用到的一个花瓣。那我们怎么去补充它里面的正瓣？那这个侧瓣画了之后，我们去补充里面的正瓣。那我们补的时候，从这个缺口的地方转过来，转到这下面一个缺口的地方，然后再补充一点点深色。再从这个缺口的地方，再往这边补充一点。好，这个是补充的
那这个够了吗？我们根部这里还要再补充一些啊，根部这里再补充一些。那像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花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这个是侧面的花瓣和正面的花瓣相结合的一个完整型的花瓣。好，填颜色，补充颜色。那我们画花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碎花瓣，碎花瓣我们就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点一下，点一下，你怎么点去组合，会有一些碎花瓣。那还有一些大花瓣，大花瓣怎么画？好，我们经常这个花瓣经常有讲哈，这个大花瓣我们画的时候可以推一笔，点一笔，然后再推一笔，再点一笔，然后旁边再去补充啊，这样子去画这个大花瓣。补充颜色，补充颜色的时候，我们每次这个笔都要睡在盘子里调，把这个颜色调均匀了。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了，你画的花瓣才滋润。你画的花瓣不滋润，就是颜色没有调均匀，明白吗？那这个大花瓣，我们还可以2笔组成根部，重点按下来，来补充一点颜色。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带一点点勾，来上去。你看2笔组成的一个这个底下的这个大花瓣。这就像这个大花瓣最先是开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卷曲的这种感觉哈。来，我们笔上你补上一点点底色。你们笔一旦干了，我们就补充底色；笔干了就补充底色。那这个大花瓣还可以怎么画？大花瓣还可以这么去滚，滚滚滚哈。滚的时候要有这种提按的这种动作，才会滚出这种不规则这种缺口，它才会自然，才会好看。好，这个是大花瓣，大花瓣还可以这么点哈，点点点点，很多的点，很多的点，那很多的点，点多了就成了面啊，点多了它就成了面，它也会成一个大花瓣啊，是啊，你看你不会这样子去推，你用笔怕用不好，你可以选择用这种方式点，可以用这种方式点出这种大花瓣。好，这些都是基础的花型。基础的花瓣，我们画这个常规型的，常规型的包括这个包菜呀、向日葵呀，还有这个塔式，它都是正反瓣的组合，就是这些花型了，就是这些花瓣。